我觉得每个人会有一个自己的理论。我的理论是，我觉得标就是大拇指往前推而已。那我相信大家都打过篮球嘛，大拇指的用意就有点像你的右手去把篮球推出去的动作。那你其他的几个指头只是你的左手去辅助扶着篮球而已，对不对？你的篮球要怎么往前投，不会投歪，去用你的右手去把篮球拨出去嘛，球会转嘛，就跟一样，飞镖你往前推的话，它也会转，但是你的方向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你的一个是篮筐，一个是红心而已，那你是往前推出去而已，所以架标拿标是不需要太用力的，它只要在你的手上是平衡住就好了。因为为什么有些会去做一个可能像9筒标，为什么要有一个推点，都是一样，只是帮助你的拇指去辅助往前带动你的标而已。对，我觉得一套飞镖，它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出力就可以打得到的，因为你只有一个地方出力，出久了一定会受伤。所以你要怎么均匀的在你的整只手上去做到这件事情？你的大臂、你的前臂、你的手指，因为相对的，它每一个的地方你有出一点力，其他的负担就会相对的少一点点。因为我现在练标要做的也是不要让自己受伤，对，因为一定很多人都会练到后面都肩膀痛什么的，哪里痛，手腕痛，因为你在那个点花的力道太多了。就是可能以100%来讲，你可能在手腕去甩的地方就花了50%了，你其他是没有用到什么力的。那为什么不把这边的力道可能转到手指上？我手指有多推一点点，我这边的手腕可能相对的就会减少个20%，减少自己的伤害，然后你自己的送标也会比较舒服一些些。对，这是我自己的逻辑啊。OK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好，那我有个问题，你刚刚说你架标就直接举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有基准点这个东西在吗？基准点一定有啊，就是基准点在哪里 ？OK， 我基准点其实一般来讲，对于我来讲，我拿起来我的标，我只要我的标翼，只要我遮住 ball， 我只要拿起来，我只要是遮住的，就是我的基准点了。对，因为我是这样去对我的任何目标，因为我只要遮到，就代表说我的右眼是方向是对的啊。我的右眼是对的，就是我会遮住后往前带出去。对，我的基准点是这样做的。那你的手肘或是肩膀会去对红心吗？基本上我觉得是要，但是不用刻意，因为它不是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，因为每个人的发力方式不一样。像刚刚有几位朋友，他们是像这样的方式，他们架标不是一定是这样对的。他们架标是这样拿的，像 Pauline 的话，他的架方是，他也不是用手肘去对啊，但是他有一个观点是，他这样架了之后，他的 tape 是一样是往肩膀这样拉，对，那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线。我们说肩膀、手肘跟眼睛要同一条线，会有点难。当然做的最好的是可能春松，他可以很侧边，但是没有每个人的身体构造都是像他这样的。所以我们要在一个自己舒服的丢标方式下，找到自己的线在哪里。我们怎么打20，怎么打红心，怎么打3，可以让它处于在同一条线上。对，那这个就要慢慢的去尝试。对，我们飞镖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做尝试，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在进步。对，我到现在我也在改动作，我也在改我的位置，我要找到一条属于自己最舒服的那条线。对，大致上是这样。OK， 我发现你的发力，就是你 take back 的位置比大部分就是我们看到像什么春松这些选手都还要短，那是故意的这样子做的吗？还是你就是本来就习惯比较短的发力 ？OK， 好，那我不知道大家认识我多久，在我去年4月以前啦，我的 take back 是2下，点2下。对，我会做一个点2下的动作，但是我自己在练的时候发现一件问题在于说，它会影响到一个稳定度。就我的 tap back， 我不点的这2下不一定是直的回来，可能是我会左右，对，会去影响我的那条线。所以我后来就自己
尝试让自己改了，就是我是定着。那定着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做到我之前的 tap back？ 我要之前怎么回拉？后来想了，应该不是我之前在想的是，我以为是我的第一拍，就是我之前架的第一个点回拉到这边，但是后来发现我这样的发力是不够的。后来我就再试了一下，说我的 tap back 的第2下的位置，再往后拉，这个发力就是我比较舒服的，所以我架的话就会以前那个动作的第二个 tap back 的位置去作为我的架标点，所以就是习惯到这样的发力。那因为我还是比较依赖是手指往前带，所以我不用太多的回拉去甩出去。对，我大概是这样去做的，去运作的。对。OK， 还有吗？可以问啊。好，我问你啊，那个像之前安生有说他丢标丢出去像是跟别人在击掌一样嘛？那你自己在丢标的时候，你的想象是什么？然后还有分2种方式嘛，一种是丢出去，我的手会放在红线位置是高的那一种。那我看你的方式不是那一种，你是经过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我是经过，我是往下放。你是经过那个往下放。对。那你的想象是什么？就是架在 A 点，然后拉回来，经过 A 点丢出去，是这样吗？我觉得这个是让自己去养成一个惯性啦。我觉得安生的这个方式是在对于新手来讲是很好的一个动作，就是你去做一个击掌，为什么去做击掌？让你的整个动作是完整的一个出去这样，那让你的标就是有一个方向明确的方向性。但这个其实说实在的，你放标点对了，你最后做了任何的动作，你可能这样或是这样，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但是当然你去往你的 ball 的方向去，可能说你的20 ball 或是3都一样，就是往那个方向去的话，去引导你整个身体的连贯性，这是一个好事啦。那我自己的话，因为我以前太惯性，我会扣，有点像扣标吧。我尽量已经这个也在练啦，就是我也是想要把自己的标是往前带的顺，所以我是让它这样松的出去而已。但是我看到我的标是这样的出去就好了，就是它有一个小幅度这样出去，可以到你的位置。其实有点像是说，你看自己的弹道，你就有点像你在投篮嘛。你会看，可能你站比较远3分线，你会看你的篮球，你的抛物线怎么飞的，就类似这样。你在丢你的标的时候，你去看你的标怎么飞到那个位置的。其实我觉得说方向是对的话，这个出手的完整度其实没有到真的非常的重要。可能你已经有一个习惯的时候，我觉得不用特别去改，对，因为我自己还是以身体记忆力为主啦。对，就是你身体没记住就练到身体记住了，在之后很多东西都很好去做一些微调，因为你身体记住了，你的脑子才知道说你身体怎么运作的，才可以去做修正。对，不是说我每天都在想着我要怎么做，因为你身体还没记住你想要怎么做的时候，是很难改变的，你只会越多问题，因为你要一直去想这些问题出来。你可能以为你解决一个 A 的问题，可是你身体没记住，你可能过了2天，我怎么前天我状况超好的，然后还是丢不到，就是怎么就记不住，就可能我怎么拿都怪怪的，都是这样啊。对，大致上是这样。那个就是以前有人说，你丢标出去之后，你需要找一个基准点，比如说有些人是虎口要对红心，食指对红心，对，这些东西你有吗？都可以啊。都可以。那你有吗？你会？我有啊，因为你是这样在眼睛下面就这样放的，所以照来说，在你的眼睛里面，你看着你的弹道，你看着红心，你应该看不到你的手吧？看得到，看得到。那你是用什么东西去对这个整只手臂吗？其实我觉得就好了吗？我自己的认知，这个基点是帮助自己练习而已。就是我之前用食指去对，就是虽然大家架标可能是这样拿，你的食指是斜的。但是其实你在丢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的食指是朝你的红心的。我之前会这样丢，就是往
我去食指去朝 ball， 就是有点像刚刚安生说的这个方向性的关系，就是让你去有一个基准点去对。那我后来也是改大拇指，但是其实你练到后面，它只是帮助你的身体记忆而已，就是就是你打到后面，它都是一个惯性啦，它没有一个说，哦，我一定要怎么做，因为我觉得比赛这种东西，或是练习要想，比赛不用想。对，那我们要做的是怎么让它成为自己的习惯。我们其实在打的时候，都是在打自己平常练习的习惯而已。对，那一般来讲，它大拇指、食指，不管标头、标翼，任何让你设为基准的，它都是帮助你练习的。那我现在是用大拇指啊。OK， 我现在用大拇指。对，好，还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这趴就没了哦。来，等一下，那个麦给他一下。请问一下，用那个标翼啊，就是挡着要打的地方啊，会不会有一种很不安全的感觉？就是感觉你要打的东西已经被遮起来了。OK， 对，我现在会这样子。好，那你现在架标会挡到吗？我因为我架的比较开，架标不会挡到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没关系。那你要做的是说，应该说像刚刚提到的大拇指、食指，这些都是你怎么去对红心的一个基准点而已。那你在架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去对你的基准点的？我大概用标头，然后就是指着我要打的地方，然后回拉，看着我的标，就是大概往那个轨道射出去。OK， 对。那你可以试的是说，你一样可以就是架一个镜头在前面，你可以在你做架标的动作的时候，看着一下你的标头跟你的眼睛是就是跟红心是在哪一条线上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对，你先抓到，就是因为我们会拿大拇指对，或是拿食指对，是因为我们会知道说这个是在我们跟红心的这一条线之间。那如果说你是用标头去瞄的话，也可以，但是你要去抓是说，可能你的 tap back 会不会有影响？就是你回拉的时候，是不是根本标头是没有对的，可能是标杆之类的。对，这个可以试试看，对，因为每个人的对法不一样，但有些人可能完全不对啊，那也会有啊，就是他架标超旁边的，他完全不看，他直接靠眼睛去看，就有点像是我们很感觉标的，他不依赖任何的辅助，他就是这样可以出去就会中，也会有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基准来自己先确认好一个基准后，主要是帮助自己的练习。对，还有就是可能一些的调整都会比较好一些。对 ，OK。